上个月我开着车做了一次深度的北方自驾。当我的车轮驶出华北平原，跨过省界，到达山东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一路向东开进胶东半岛的那一刻，我产生了一种极其强烈的错觉，我好像进入了另一个国度。这种感觉怎么形容呢？如果你刚刚从周边的其他几个北方省份一路开过来，你的视觉和体感会受到巨大的冲击，道路突然变得极其宽阔平整，哪怕是底下的县道、乡道，路况也是极好。特别是进入胶东的村镇上，完全没有北方村镇杂乱无章之感。道路两旁的村镇自建房、绿化，甚至农民的大棚的规模，都透着一股极其硬核扎实的富足感。在很多北方城市逐渐老龄化，甚至走向萧条的今天，山东就像是整个中国北方的一根定海神针，从基建水平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再到整个社会的幸福指数，它结结实实的高出了北方平均线一大截。今天我想结合我旅行者的真实视角，以及那些藏在烟火气背后的硬核数据，聊聊走过济南、青岛、潍坊、日照后，为什么山东会成为一个让我极其留恋的地方。让我留恋的第一点是山东那种六边形战士般的经济底气与产业安全感。现在互联网的语境下，山东经常被调侃什么大葱、挖掘机、考编大省。当你真正的深入到这片土地，你会发现这种调侃有多么肤浅。我的直观感受是有宏观数据支撑的。山东的 GDP 常年稳居全国第3，总量突破了9亿大关。更可怕的是，它的产业结构，它是中国唯一一个拥有全部41个工业大类的省份，同时它的农业总产值更是连年30多年稳居全国第一。走在潍坊，我看到了无数低调的隐形冠军企业，这里不仅有能造重型发动机的潍柴动力，有代工苹果设备的格尔声学，还有能养活大半个中国北方餐桌的寿光蔬菜。在这里，农业是高科技和规模化的产业，工业是闷声发大财的底盘。无论外界的经济周期怎么波动，山东总能依靠自己极强悍的造血能力，稳稳地拖住1亿人的饭碗。这种自给自足的安全感，是很多靠政策吃饭的地方根本无法比拟的。当然，我开车走在山东地界，总能被各种加油站、充电站惊艳到。这里所有的油价都能做到全国最低，就连充电价格也能做到白菜都比不了。还有这个汽油啊，这一路上，你看它山东这边加油站最近油可都快9块了啊。他这边柴油6块，92 6块4毛8，我的妈！而且我一路开过来啊，基本上都是这个价格。让我留恋的第二点是山东极其罕见的发展均衡度，以及由此带来的年轻活力。咱们很多中国省份的发展模式是一将功成万骨枯，集全省之力造就一个超级吸血的省会，但在山东完全不是这样。数据同样能说明问题。在全国100强县的榜单中，山东常年占据10几个席位，分布极其均匀。它的经济格局是真正的群狼模式。所以我在潍坊住的那几天，感受其实一点也不差，甚至我觉得要比济南还要舒服一些。马路又宽又大，大部分的城区也是干干净净，所以你不需要非得去济南或者青岛才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正是因为这种均衡，我在山东看到了庞大的年轻人的留存量。当一个年轻人在距离老家只有几十公里的城市能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买得起房，结得起婚，谁还愿意去北上广深的出租屋里漂泊呢？而这些留下来的年轻人，把山东的生活折腾得极其丰富多彩。以潍坊为例，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只有工厂，但你如果赶到这里的风筝节或者夏季集市，就会被那种极其鲜活的生命力所震撼。在潍坊的国际风筝节上，有一句名言叫"只要风够大，万物皆可飞"。天空中飞的不仅有传统的沙燕，还有几十米长的航母、高铁，甚至中国空间站。这不仅是一场节庆，更是潍坊人乐观、幽默、充满想象力的生活态度的集中爆发。在这个风筝节上，我本来只是看风筝，但非常意外，我感受到了山东人的热情与幸福感，这很难描述。这种大型的活动其实在全国哪儿都有，但在潍坊的这种感受，就是你必须亲身参加一次才能感受到的。
等到了夏天的傍晚，你去潍坊的夜市和集市走一走，那才叫真正的人间烟火。大绿棒子配着滋滋冒油的烤肉，街边摊位上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和时令水果，人头攒动，笑声不断。这种生活不是为了在朋友圈里秀精致，而是普通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放松与富足。我在济南的感受也是一样的氛围，就是轻松和烟火气，就是从火热的生活中才有的那种热情。如果上面说的这些是经济和生活的硬实力，那么让我对山东产生深度依恋的是山东人骨子里那种极其浓烈的热情与实在。在这个人人都想挣快钱，人人都透得精明的时代，山东人的实在更像是一股清流。这种实在首先体现在量上，你去山东下馆子，那个菜量，那个盘子的大小，是会给南方的朋友带来物理震撼的。老板生怕你吃不饱，碳水管够，肉给的足，这种实在更体现在他们的待人接物上。我在青州的超市买东西，我正在犹豫要不要买的时候，卖货的大姐直接往我嘴里塞进来让我试吃。我本来都订好了酒店，准备在济南住几天，我山东的同学硬拉带拽，一定要拉着我在他家住好几天。好客山东真的不仅仅是一句文旅口号，它是刻在山东人 DNA 里的本能。和他们打交道，你不需要互相猜忌，不需要玩弯弯绕绕的心眼，你敬他一尺，他绝对还你一丈。在这个充分防备的现代社会里，这种不加掩饰的热情和淳朴反而成了一种最稀缺最让人安心的品质。还有一个话题是绝对绕不开的，那就是全网都在调侃山东人对考公和体制内那种近乎狂热的执着。在互联网上，大家经常拿山东人开玩笑，说什么不孝有三，无边为大，或者山东人的尽头是考公。很多人，特别是南方的朋友，或者在一线城市做互联网的年轻人，会觉得山东人是不是太死板了？是不是思想被洗脑了？为什么一个在 GDP 高达9万亿、经济如此发达的沿海大省，年轻人最大的梦想居然不是创业去搞钱，而是削尖的脑袋，只为了去抢一个体制内的铁饭碗？走完这趟济南、青岛、潍坊，我站在他们真实的市井街头，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最后我得出的结论可能会让很多人意外：山东的年轻人爱考编，根本不是因为他们僵化，相反，是在这片土地上最极其聪明、最符合经济学常识的理性选择。大家想一想，一个人去外企或者民企拼搏，图的是什么？图的是高风险带来的高回报。在深圳，在杭州，一个优秀的年轻人如果进大厂，或者参与一个独角兽公司创业，他是有机会在30岁之前拿到大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年薪的。这种巨大的财富诱惑足以让人放弃体制的安稳。但是把目光放回山东，真实的产业结构是什么样呢？我们前面提过，山东的底盘是重工业，是化工，是制造业，这些产业极其扎实，但他们往往利润率不高，而且大多都集中在大型国企手中。山东缺少像阿里、腾讯、字节跳动能够海量提供高薪、轻资产、白领岗位的超级互联网大厂，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现实的经济账。在山东的大部分地市里，如果你不在体制内，你要么去工厂做相对辛苦的制造业的岗位，要么在服务业拿一份非常普通甚至有些微薄的薪水。在这里，体制外的诱惑根本不足以覆盖体制外的风险，既然去私企也赚不到那种改变命运的大钱，甚至还要面临随时被裁员的危机，那么一个收入稳定、福利健全且拥有极高社会地位的体制内编制，自然就成了当地就业生态链最顶端的绝对王者。山东的年轻人不是不爱搞钱，他们只是在有限的产业链选项里极其精准地算清楚了这笔人生的盈亏账。我觉得如果你是个山东人，家附近就有很多大型企业，而且自己生活的地方经济水平就很好了，为什么要远离家乡出去挣钱呢？留在家乡就变成了最优的选择了。这就自然引出了大家对山东的第二个刻板印象：山东人是不是特别传统？在山东，一个编制带来的绝不仅仅是每个月准时到账的工资，它更是一种强大的社会货币。当你考上公务员的那一刻，你在相亲市场上就直接拥有了降维打击的统治力，你在整个家族、在亲戚邻居的眼里就变成了光宗耀祖的典范，甚至你出门办点事都会因为这个身份获得更多的便利和尊重。这种由传统儒家文化赋予的
的隐形福利和情绪价值，是在一线城市的大厂里拿几十万年薪的打工人根本体会不到的。很多人会批评这种传统，觉得它压抑了年轻人的个性，觉得它是一种思想上的落后。以前在那个经济高速狂飙，人人都想着一夜暴富的年代，山东人骨子里的这种传统保守、不爱折腾，确实显得有些笨重，甚至有些慢半拍。但是当我们今天站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经济周期里，你再回过头来看山东人的这种传统，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种极其深厚的底盘力量。传统换个词，其实就叫做规矩和底线。因为传统，所以山东人极其注重承诺、讲义气，不轻易违约。因为传统，所以他们极其看重家庭的完整和对父母的孝道。因为传统，面对人生的重大选择时，永远把安稳和靠谱放在第一位。前面我说山东产业齐全，这是底气，但硬币的另一面，山东太重了，它的经济基本盘依然重度依赖化工、钢铁、能源这些传统工业。在过去几十年互联网和新兴科技狂飙突进的时代，山东的脚步显得太过沉重，完美的错过了移动互联网的红利期。虽然它现在在拼命追赶，但在高精尖的新能源、人工智能领域，它能提供的高薪岗位、高端岗位依然远远不如江浙沪。这就导致了一个无奈的现实：山东能留住追求安稳的普通年轻人，但最顶尖、富有极强创造力的那一小撮人，依然在不可避免地流向南方。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山东这个曾经全国最传统、最讲究多子多福、最愿意生孩子的省份，如今也面临着严峻的人口问题。山东的新生儿的出生率连年暴跌，甚至已经出现了人口负增长，老龄化程度在全国排在前列。当最爱生的山东人也开始为高昂的房贷、教育成本、保守的职场环境而选择少生或者不生的时候，这其实是对整个社会活力发出了一个极其沉重的警报。当然，山东并不是千篇一律的，这也是我这次旅途中觉得最有趣的一点，山东内部独特的温差感。我这次去了济南、青岛、潍坊，说实话，青岛真的非常漂亮，红瓦绿树、碧海蓝天，走在八大关，走在大坳岛，甚至走在黄岛，看着那些欧式的建筑和繁华的商业街，你甚至会觉得它比很多南方城市还要洋气。但是如果让我凭良心说一句主观的感受，我在济南和潍坊的体感要远远好于青岛。青岛是一座典型的外向型商业化城市，它很美，但它和人之间是有距离感的，你能感受到大都市的那种边界感和效率。可是当你回到济南，回到潍坊，虽然这里的城市界面可能不如青岛那么高大上，甚至有些地方还透着一些土味，但这里的人是真的会把你融化。在济南的老街巷里，大妈大爷摇着蒲扇跟你唠家常；在潍坊的早市上，摊贩大声吆喝着给你抹个零头。这些城市没有被过度的商业化侵蚀，保留了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连接和善良。它不精致，但它极其温润。这就是我为什么留恋山东的原因，它没有一线城市那种让人窒息的压迫感，也没有部分北方城市那种无奈的下坠感。它用最硬核的数据做支撑，用最鲜活的市井烟火做点缀，用最真实的人情味做底色。在这个充满焦虑的时代里，为普通人撑起了一把巨大的保护伞。它就像是一个平时不怎么爱炫耀，但一出手就极其靠谱的北方老大哥。当你走近它，你才会发现它有着最宽阔的肩膀和最温暖的胸膛。他们或许不会在这个时代里讲出最性感、最吸引风头的商业故事，但他们绝对是那个在你遇到危险时最愿意借钱给你、最能扛事儿的北方老大哥。这种在岁月的沉淀中打磨出来的确定性，在如今这个浮躁的社会里，难道不是一种最稀缺的品质吗？其实走完这一趟济南、青岛、潍坊，我在心里最大的感受，除了震撼，还有一种深深的遗憾。因为山东太大了，大到我这次自驾其实只能看懂了它庞大身躯的冰山一角。对于我这个专注记录真实中国的频道来说，山东的广袤与复杂绝对值得我再来一次深度的探索。所以山东我一定还会回来的。下一次我会去记录更多的普通人的故事，拼凑出一个更加完整、更加真实的齐鲁大地。最后提醒所有出行旅游的朋友，用夸克 APP 规划行程更方便、更有效。